专业，您心中的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寄语好浪漫啊，这墙么，浪漫吗？我给你写个寄语。可以啊，你帮我写个寄语。I love 金融呀，I love 平安。 ，I love 平安，I love 初入职场。哇，我的照片在最上面呢。这是你那个画画那一张。我的金婚。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欢迎来到钟丽缇女士和张乐硕先生的金婚庆典。真的金婚那天，我真的说实话，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我也很喜欢那一天。哦，这是第一天，我涛哥是坐在地上，去跟伟嘉哥聊天的。因为我平时我都一个人住，所以没有什么椅子。我方便坐地下吗？啊，这也行嘛。哎呀，好了啦！哎呀，拜拜。这会自带 BGM 的。哇，这个还有合照哎！哇，哦，每一期的大合照哎。哇，说实话也挺快的哦。真的。哎，所以在哪儿啊？是这儿吗？嗨，嗨，朋友们，闪亮登场了，男明星。好美呀！这就是沙龙是吗？什么叫沙龙？第一次参加沙龙。哇，这叫初入职场金融季，哇，应该是特调的吧？兜底的诚意，指定不指定跌不，跌，指定不跌。来，我们干一下指定不跌。指定不跌。来一个，指定不跌指。定不跌。嗯，健康。啊，我们要不要走一个秀？走一个秀，我们从这边走过来，定点拍照，好不好？然后这个会像那个格莱美慢镜头一样，就是咻。那谁先开始啊？你来打样。啊，来吧。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刘璋先生。刘璋 A.K. 刘璋，刘璋 A.K. 刘璋，3好5星他没拿过，保险王非他莫属。把那个左手从兜里拿出来。我左手不敢拿出来。我来，交给你了，麦克风。迎面向我们走来的 One, two, three。是我们的优秀风险代理代表唐九洲，他甜度200%，跟委托人成为好朋友而著名。著名朋友唐九洲。他在燃什么？还有镜头签，我刚才。李基业，哎呀，男，他的裤子怎么又变成9分裤了？男，就这。你是故意选了一双9分裤吗？不是一条。那我来。来了，超哥。涛哥，来了，涛哥。哇，踩点王。Hello。文涛。说话，文涛不行，文涛夸奖的话太多了，快想一个。哦文涛，帅而不不糟糕。哎，现在涛哥比耶都是要这样比了。
不能这样哦。还要这样比。啊，我喜欢这首歌，我来。走，整。我要踩点。哇，好美！ 3、2、1。好喜欢这种自信的气儿。雨桐这边，雨桐炸了。孟雨桐，专业是她的代名词。小九，哇，他的飘带。专业的海外风控代理人。自带鼓风机的男人，好帅啊！咬嘴唇来了，哎呀妈呀！你对这个做这个表情好不好？你对这个。哎呀，老师来了！大家各位好，哟，老师好，老师好，我问子。老师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平安非常资深的倪老师。倪总好，大家好。这一位呢是我们新生代的娜姐。娜姐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老师们请坐，请坐，请坐。这边也可以，这边有一些小零食什么的可以尝一下。请里面。好啊。那个，我对你们好像有一点陌生啊，我是来自于山西的。我祖籍是山西的。啊，太好了！哦、大家肯定知道我多大了。老师，25岁。啊，再加25。再加25，看不出来。哇，太年轻了你。老师工作28年了。哦，这个马屁拍的有点不准确。拍的挺好的呀，挺好的呀，只要开心就好。Hello， 大家好。Hello， 山西。哦，好久不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这个是信托法，祝贺你们能够去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财富。谢谢老师，来复习一下。哦，信托法哇，那你应该是全部那个的吧？以前看过。Hello， 老师们好，哇塞，今天好帅啊！今天大家都好帅。这边有饮料，这边有饮品和吃的。好的，谢谢。哇塞，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Hello， Hello， 哎，老师好久不见。我刚刚把小九看成文涛了。哎呦，跟穿的白的一样的，穿的太像了。我们今天穿白的没有告诉刘璋，只有刘璋穿的黑的。那老师我们可以移步楼上了，我们还准备了这个最后的述职报告，大家可以去楼上来看我们表演了。表演。老师这边请，这边请。老师们，我座位排好了，就大家。文文老师，您就坐第一排的右手边。好的。然后米总您坐这里。好呀。刘老师您坐这边，樊老师坐这儿。对，那个刘老师坐这儿，对，朱老师坐这儿。好，谢谢。哎呀，得稿支笔，有没有？谢谢。大家还要做笔记吗？天哪！哇，习惯嘛，职业习惯这是。我们述职报告没有这么严肃，我准备。一种来自萧冠的压迫感们，就一坐。哎，hello， 哎，又见到你了，没想到还没等我去山西，已经见到你了。哎，hello， 你好，你好。好，来，各位老师请坐。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初入职场金融季风险防控收官沙龙，再一次欢迎大家。我是昨天的委托人，今天的主持人孙乐妍。昨天一整天的体验都是满满的温度，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跟我都是一样的，就是满满的期待和激动，因为我们今天要见证所有的代理人们，他们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一路成长过来的蜕变。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重磅嘉宾，他深耕金融行业多年，也一直关心着大家的成长和蜕变。2026年，平安启动了服务升级年，并提出新的服务主张，
今年“15+5”的开局之年，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服务。保险行业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成为民生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我们掌声欢迎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郭晓涛先生，欢迎郭总。大家好，大家好。我一直认为，在现在的钢铁丛林里面，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都是冷冰冰的数字和条框，但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感受到所有人带来的故事和温度，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且难得的事情。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想把掌声送给所有的代理人和所有的专家老师们。正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才能够让我们这些委托人真实地感受到每一份温度和美好。其实刚才有2个词非常的感动我，一个叫做温暖，一个叫做善意。大家都觉得金融是冷冰冰的数字，冷冰冰的计算。那其实大家在几季过来之后，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温暖。那保险呢，传递的不是说是意外赔付，而是真正是在这种大爱，有这样的善意去帮助我们所有的客户，能够在人生的沟沟坎坎里面准备好，能够去攀登人生的高峰。其实也就是这样一档有温度的一个节目，有温度的一个平台，能够造就每一位有温度的代理人们。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位代理人的身后是有一个标语的，每一个人的 slogan 都是有特别的含义的。我被套牢了。来吧，文涛。我们都很好奇。是我被这个节目套了。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被委托人、还有各位代理人、还有各位专家老师套牢了。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产生了很深厚的这个感情和情谊，所以我觉得。就被整个节目，我们这一季节目套牢了。你得表演一下这个，我被套牢了，自己给被套牢了。接下来是数值时间，第一位代理人，他是我们所有代理人当中的气氛王，JoJo。让我们掌声有请 JoJo 唐九洲。我是第一个。老师们，大家好，我是JoJo唐九洲，很开心能和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一起进行我的分享。我其实是一个学着工业设计专业的，毕业的大学生，来到这个行业作为了一名艺人，所以我平时对于金融方面是完全没有接触的。我在想，这个节目组邀请我也是胆子够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图的右边啊。我对金融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跳来跳去的红绿 K 线，而且金融好像就是把我很多本来知道的字放在一起，变成我不知道的专业术语，然后它就变得很高大上了，然后我就理解不了了。比如说，我们金融行业有些专有的名词复利生息，我感觉很像那个慕容云海这样的名字。所以根本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这个就是初入职场的我，可能就是傻傻的，然后导演组也很坏，只给了一本金融知识大全，就好像我们看了那个书就是什么都会了一样。但是我很有力量，很有信心，做好一个风控代理人，没有什么能难得到我。我可是唐九洲啊！唐九洲是谁呢？唐九洲是谁呢？是很厉害的，可以在每一个赛道都能闯出自己一片天的男人。哇！给你转红包，可以，没问题。所以我带着这样的信念，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了。然后还有我这么棒的伙伴们一直在给予我帮助。职场上有这样的朋友作为自己的同事，真的会让自己很安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安各位优秀的老师，在每一期都会给我们专业的帮助，所以这时候我感觉我心里更有底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风控代理人，我又有信心了。而且老师们也告诉我，只要用心，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难。第2页呢，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委托人，就是倪虹洁姐姐。当倪虹洁姐姐作为委托人来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很紧张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先给她打一通电话，然后当时我紧张到把自己的名字都说错了，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风控代理人。其实你只要很用心的看她的眼睛，然后她很真诚，你也很真诚，你就能听懂她想表达的，你也想给到她心中所想的。当我面对这么多很强的对手的时候，我所拿出来的可能最开始就是我的一颗真心，所以我当时也用了这样的形式去给倪虹洁姐姐画了一幅画，我给她了一个方案，是叫倪大漂亮的幸福生活。哇，好感动啊！真的，我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对未来特别有希望，特别有信心。我很少在节目里哭，但是看到倪虹洁姐姐眼里闪烁的泪花的时候，我是觉得她真的能够感受到我给她的温暖，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感动的。还有很多来到我们风控中心的其他的委托人们，其实每一次看到他们刚来这里没有抓手，惴惴不安，到后面我们拿到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很释然的微笑，还有想要改变的决心。就是他是完全能从我的角度就为我说话，就是从我角度就是去出发，做一些思考。我要赶紧立刻行动起来，就该买的买，就是该立的立。让你这帮好兄弟一起去帮你管理一张卡，然后这卡记在你名下。好浪漫啊！你这样一说，唐九洲他说到了我的痛点，感觉他懂我的心，我们俩有这个灵魂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美涵。九州很努力地在用他的知识去做这个反面教材，真是有心了。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了，其实我们作为风控代理人，提前预判、防控风险，给每一个委托人解决问题之后，他们的感动还有我们的成就感，就是作为代理人的全部意义。最后呢，我想要交出我的真正的成绩单，作为风控代理人的成绩单。我为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新购入了5份保单，这个包括医疗险，还有意外险，还有作为28岁的我的养老保险，我也购入了。所以我是真的，通过这个节目有成长，然后把它带到我的真实生活中去了。而且我还帮助了我的化妆师，还有我的执行经纪2位同事，完成了简单的风险防控。他们也完善了自己的保险方案，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下了职场的人能够带给我的朋友的，所以我觉得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可以帮助到身边朋友的 MVP。我先把第2面墙站好，我是来拿第1的。我觉得九州和梦梦是我今天心里边最佳的 MVP， 谢谢。棒。我们今天的 MVP 是涛涛99。哇！恭喜敬业99成为今天的最满意风控代理人。恭喜你3连冠了！别搞。所以金融是温暖的，很多时候不需要把金融想象的很难或者很高门槛，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像我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为什么不行？其实我最后想坚定地用眼神告诉他，我们所有人，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我们都可以做自己的风控代理人。好，谢谢老师们。恭喜你顺利毕业啦！毕业了，我毕业了。哎，你别走，你还有答辩环节。还有答辩。你可以的，加油！我可以的啊，我可是唐九洲啊。那接下来就是给到各位专家老师们的提问环节，可以举手提问。对，99，刘金老师，有句话我打动我的，就是一直在说金融为什么有温度。你是在从内心出发做这件事儿，你一定会让金融有温度的。谢谢老师。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留在现场，
属于你的自己的一张名片，你该怎么形容你的名片？形容我的名片，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你的名片。那我也会手绘一个名片，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多没有衬线的这种文字啊，不如手绘来的更直接、更有温度。得到我们委托人的认可，其实可能是我很感性的表达，这是我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很直接的去看他现在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和问题。其实不是对于未来没有预判，而是我更能从现在立足。而且 JoJo 其实很聪明，刘青老师问他的问题是你会怎么样制作自己的名片，但他后面一直在说自己的优势。对，是的。记忆深刻，谢谢老师。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他非常慌张，让我们欢迎，来吧，雨桐。大家下午好。尊敬的各位领导，郭总，我们的金融专家，风控代理人，大家下午好，我是风控代理人孟雨桐。很快我们初入职场，金融季就要收官了。那今天呢，我也想用3个热搜词条来总结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收获和成长。首先，第一条是孟雨桐重返职场。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大4即将毕业的学生，我看到了网上的一则招聘信息，是初入职场的我们第1季的节目的一个信息。当时我就想说，又可以录节目，又可以找工作，这也太爽了吧！我说要不试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懵懂的勇气来到了面试的现场。在初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也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做出一个举动，就是我跳了一支女团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可能横冲直撞的举动，遇到了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贵人前辈，直接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但是呢，好景不长，铺天的舆论袭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茫然和无措的。对于我来说，那段时间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直到5年之后，我再次回到了《初入职场金融季》这个节目。当节目组找到我的时候，我其实第一的反应是非常的害怕的。我害怕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同时我也作为一个跨专业、非金融领域行业的这样一个学习者的身份，我本身对这个行业是充满敬畏的。所以我当时在犹豫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5年前那个勇敢地抓住所有机会的自己，那个勇敢、纯粹、敢拼敢闯的孟雨桐。董总好，我的名字是孟雨桐。其实我在你身上是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优点，而且是一种潜力。谢谢董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意识到，个人价值其实就是我们勇敢地去抓住每一个机会的少年气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也是我那个时候给我种下的一颗种子。那就来到了第2个热搜词条，叫做“怡红节要给经纪人养老”。这也是我重返职场之后收获的第1份温暖，是因为那天早上，我记得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任何委托人选择的代理人。当时其实我会产生比较强的自我怀疑，是我真的可以做好吗？我真的能行吗？我是不是没有资格跟大家站在一起，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但是我很快调整我的心态。我现在记得，我当时就是拿着我的那个 PPT， 在我的工位面前打电脑的时候，我就像那种热血动漫少女漫的女主一样，我内心 OS 说：不能服输，不能放弃，你一定要抓住每一个还有可能的机会，才有可能翻盘。所以我就是努力的见缝插针，去完善我的方案和内容。哎，我撸袖子了，我开始认真了。去默默地整理好我的思绪，等待着属于我的机会。
在汇报环节的时候，我给倪虹洁姐姐展示了当时文文姐带我在上海线下参观的我们康养中心的视频资料，完成了剪辑。他们本身这个的康养机构，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适合您的，就是它是专门的一个养老社区。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把这个资料发给您。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些来照顾我身边的所有人。当时都精准的击中了姐姐的需求。所以他把这个最佳的 MVP 颁发给了我。默默，我今天心里边最佳的 MVP。这一份的鼓励、成长和陪伴也一直激励着我在后面节目当中的一些表现和进程。所以我一直怀揣着这样真诚和热忱的心去面对接下来的每一位委托人。再到我们后面的课题叫做再就业。当时我们服务的委托人叫做樊少皇老师，他是一个武打明星，目前面临着一些职业转型的困境，所以我就结合了我自身的一些自媒体和短视频的经验，帮他制定了一整套的短视频转型的方案。首先是工作强度上，我们可以轻量化的冷启动，这3个方向我们可以各拍一条，这样我们去测一下市场反馈对你哪条是更好的。当他拿出那幅他给我画的高马尾的画像，以及他表达说你比很多经纪人都更懂我的时候，就做这些直播的这些，可能你会更懂得怎么去帮我去规划。我那个时候心里无比的感触，也受到了莫大的信任和鼓舞，也真正的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专业的风控代理人的那份成就感和被信任的认可感。所以这样一期一期我们接待不同的委托人下来，其实对我来说还是个人价值的一个成长的变化。我会意识到，这种个人价值不是向外求的，不是我去向外索取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而是我有没有真正的看到真实的人，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给予他们真正想要的事情。最后的热搜叫做“看完金融季，我们都要更爱自己”。其实，在第一天来到我们的风控中心的时候，每位老师都让我们写下了自己的目标。我当时写的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孟雨桐。但是我想我今天做到了，并不是因为我拼命的证明自己，假装强大和完美，而是我愿意去放下一些所谓的包袱，去落到地上，去通过我们的 KYC 了解自己真实的欲望和恐惧，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需求，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和改变。在我们的节目第1期播出的时候，我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文案，我说从2021到2026年这5年的时间里，我好像在过不同的河流。那几年前呢，我看河流可能是看它的缓急，看我自己能不能过，看它的快慢。现在的我望向河流，我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它比以前更清晰了，也比以前更平静了。所以经过这3个月的成长，我相信它不是被短暂的低谷所裹挟，被一次舆论所击垮的，而是我们真正的守护自己的价值，为我们的委托人去创造价值。相信自己，这个才是人生当中我们的职场路径当中最重要的压舱石。所以其实我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放下对自己的苛责，能够真正的去爱自己，能够可以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说一句我真的值得。今天就是我所有的汇报的方案，我现在非常骄傲的可以说出一句，我是风控代理人孟雨桐。谢谢大家。因为我从第1季开始我就跟彤彤见面，当时我不认识彤彤，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莫名的一种非常的想抱抱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她太坚强了，她对外界任何的这种诋毁也好，或者不认可也好，她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承受着。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站在你的背后，给彤彤100分的打气。今天彤彤这边完成了整个述职的发言，让我还是非常肯定的。彤彤现在就是身怀绝技，是在这个行业可以做 top 了。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一天你的老领导董总来说，雨桐，就是根据你对他的了解，
帮他做一个简单的配置方案的话，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你会推荐什么？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来讲，我一定是要建议他最重视他的安全和自己的健康，因为其实他的工作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一定会建议他去配置一些医疗险，以及可能一些康养的服务，更适合他的一些需求，让他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身体。那哪怕可能未来的话，他身处于异地或者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也可以有人及时的去监护他和保护他，为他进行这个心有所安、爱有所护的托底。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郭总，因为其实我们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和成长，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收获了很多的。这个技能，我觉得已经反哺到了我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可能要去做播客、做访谈的话，我现在就会知道我怎么样去挖掘对面人真实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节目教会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长。那也想问一下郭总，在我们这个节目录制之后，有没有机会继续的进入到平安系统进行学习，然后增强自己的专业的能力？那首先当然是非常的欢迎，像雨桐以及在座各位这么优秀的这些年轻才俊们。刚才雨桐讲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啊，我听起来非常有代入感。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如果你想走得快，你就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你就跟大家一起走。所以你来到平安以后，为你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在奋斗，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团队给你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后面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能够帮助你在平安在各个层级上不断的成长。所以我相信选择平安这样一个平台，会让你走得更远，站得更高，能够真正达到高峰。谢谢郭总。而且雨桐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属于那种一人提问众人受益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下一位，他也有属于他的特殊的一面。过去大家可能觉得他是表面高冷的金融学霸，但是他在这个节目里挑战了 rap， 还挑战解锁了跟领导一起打高尔夫的技能。这是谁呢？让我们欢迎文涛。谢谢。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各位专家。可能我在来这个节目之前，我抱着一个心态，就是第一是可以重返职场，然后因为我是16年毕业嘛，毕业之后先后在2家信托公司工作，可能那个时候真正在职场的时候，更多的是想要去考虑自己的成长，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更多的是想要把金融以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自己的努力去传递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一季，无论是节目组的努力还是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已经让很多人看到了金融它真实的一个样子。就像我们第一期来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了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这一季都在给委托人进行风险减量。那对我来讲，初入职场的这个经历里面，确实收到了来自于我的各个代理人伙伴们的一些风险减量的一些建议，所以我的报告是以我自己的风险减量建议书的形式来进行的。首先，我收到的一个建议是来自于刘璋的。因为首先所有的环节，我感觉你都是第一个发言，然后也是第一个去冲在前面，然后非常勇往直前，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收到的建议也是来自于你。你的直球并不是鲁莽，因为可能我们刚开始见的时候，我跟你还不是很熟，然后你也知道我是 I 人，但是你就很喜欢来逗我，所以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来化解我们的尴尬，就是你经常会用一些我可能不太能理解的行为。来，跟我一起念。哇，多么美好的一天，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热情，能量，能量，财富，财富 ，Let's go。或者是说一些不太能理解的话，但是它确实可以就是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包括你在跟委托人沟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考虑到他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有的时候害怕一些话说得太直接会冒犯到他，那可能反而会把一些问题复杂化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的一些发言能够直击委托人的灵魂，特别的一针见血。我想说的是，你们之间的具体的财务状况是有天差地别的，其实不是一个光有爱就可以达成的一段婚姻。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本质上的话，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规划？我想听一下。如果你只甘愿做一个普通人，你凭什么闪光？那你有没有具备闪光的条件？你为了这个闪光的条件，你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有没有具象化这个努力的目标？通过一些直球的方式，让我学到了，就是有时候和人沟通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拐弯抹角的东西，然后直接去表达自己的内心，然后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讲透。我觉得这是刘璋带给我的一些风险讲量的建议。然后第二个是雨桐。雨桐其实是我们正式面对委托人的时候，你是我第一个队友，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很有缘分。然后你也是所有代理人里面的唯一一个女生，我能够从你身上看到很多东西，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你非常的温柔，然后你本身在职场上面是很有魅力的，就是你在职场的专业性，还有你的投入，这些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经常会以一些女性的视角看待一些问题嘛，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决委托人的一些困难。其实也非常希望王鑫可以帮我们佳佳买一份女性生育的保险。思源姐，今天有一个客户还想跟我说想跟你建联，我还没有来得及发给你，结果我就看见你了，给你推一下。好，有客户想找你。以为是熟人是吧？另外就是雨桐工位上总是会有一沓的非常厚的学习资料。感觉你是非常认真，然后也是非常想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觉得就是节目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存在，所以很感谢你的脚踏实地，然后让我学到很多，谢谢。下一个是小九。小九真的我很佩服，因为中文可能是你的第3语言嘛，就是你能把中文说得这么好，然后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进入职场的人来讲，你在初入职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而且又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行业来讲，这个困难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我看到了你，首先你是展现了你的专业性，然后你展现了你的真诚和你的独属于你的那种特质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力量是对于金融人来说非常优秀的一个品质。我觉得父母对女儿的支持不一定只是钱这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是精力也好，支持也好，或者慢慢给她补充一些知识也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女儿的成长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家庭没有办法支持或者不鼓励孩子，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在孩子没有动力且没有依靠的安全感的情况下，他做什么都会做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们就是语言文化有多大的差异嘛，最后一期很高兴看到你回来了，然后也感谢就是我们这一季能够成为我们同事。谢谢哥。最后还有2位老熟人，就是其实就是这种可能这种话不会经常对2位说啊，就是因为起鸡皮疙瘩。首先是敬业，就是平时我们总是开玩笑说敬业又要回去内耗了，然后也经常去逗他，就其实不是职场霸凌啊，我觉得不止外号，可恶，来那个有才华，豪哥。看他内耗或者看他一纠结，我们觉得很好玩，然后就喜欢去逗他，然后也是能够调剂大家职场的一些生活。但是我觉得，其实与其说他是纠结啊或者内耗，不如说这是一个高敏感的一个特质吧。这个高敏感这一个点，我觉得也是你的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你不可以把一个相伴的过程看成一个出发跟终点，你可以把每一个终点当成每一天。就是你要想，就是说，如果你不开始这段关系，那可能就是你会缺少一些这段故事的发生。但如果你把它就是每一天做成一个切片，那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每一天你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每一天你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无论是面对同事也好，或者是每个委托人，你会非常注重细节，然后非常认真，然后每一次案例、每次方案你也都准备得很详细。无论是什么难题，你其实都能够交出一份严谨而又细节的答卷。所以你的这个敏感不是脆弱，而是一种对专业或者说对其他人的一个极致的负责。谢谢。最后是九州。这个我是我啊，不是你。他第一次来，其实那次我不在，然后我也看了节目。你说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差距，然后我还得再努力一点。我觉得我和涛哥还是有点差距的。为什么？他还得努力一点。我觉得他还得努力一点。我刚认识九州的时候已经7年前了，那个时候我在上班，然后九州还是个大学生，然后没想到能够有一天我们俩一起上班，我觉得就是还挺奇妙的缘分的。我们俩其实也组队了好几次了，每一次跟他在一队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踏实，因为见到陌生的委托人的时候，我会比较慢热，我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了解他。但是有九州在，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变得非常的丝滑，就是他能够很好的活跃气氛，然后也能够通过他非常具有洞察力，然后具有这个共情力的表达，能够让所有的互动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叫幸福长久套牢，好吧？这个不错，这个好。最近开心吗？最近挺开心的啊，钱剩一点无所谓了，捐给大众。朋友不都在吗？没涵，没涵。哇！送给你。哇！我觉得确实就是像你说的，我跟你有差距，我还得在这方面多努力一点。加油吧！很高兴成为你的同事。最后我想说的是，这5份特别的建议都来自身边的每一位伙伴。从你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专业之外，其实更珍贵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职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前辈，可能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当以前会以一种逻辑或者是理性思维去思考问题的同时呢，我现在可能更多的去考虑怎么解决人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根据我们的沟通，然后去找到对方真实的诉求，了解他，那这个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事情。所以在后面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委托人，我也努力去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们交流。那我更改一下我的建议吧，90%我们都放到定期里面，然后拿出10%由若曦姐自由支配。那可以的。说白了，他1个月3000块钱这瑜伽课的收入，就是为了让您放心。其实他完全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做他的喜欢的这些音乐呀、自媒体呀。我们不太想给你推荐那些理财啊，去投资在这个阶段。希望你能够定期的去体检，然后保持运动。赚得再快，不代表你真厉害。钱留不下来，终究只是过客一排。我就想说，你对老婆还是够好了，对自己也好一点。谢谢你，这句话让我有点感动。我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些。文涛给了我很多，就是这些小点上、细节上，会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事情。再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目标吧，就是在金融冷冰冰的数字和理性和逻辑的背后，我希望能够让屏幕前的每一位感受到他身后是有温度的。然后我也觉得我们通过这一季的努力都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很开心，然后我也学到很多。谢谢大家。郭总，刚刚听完文涛的发言，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感想？我是2019年加入中国平安的。我在加入平安集团之前呢，是咨询公司的合伙人，所以我有合作过非常多的金融企业，国际上的有国内的。但是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平安7年的所有的经历的话，我想它叫做成长。就是在加入平安之前，我以为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金融行业，无论是银行还是保险还是证券还是投资，我都有做过。加入平安之后，我才会发现，其实整个的平安所能够提供的成长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刚才我觉得文涛一个特别让我有感触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把每一个人的他能够学到的东西，都在他的报告里面去讲了一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会在一个优秀的团队里面不断的跟大家去学习，同时自己在成长。另外就是平安所给到的这些发展的机会是无穷的，中华的崛起是必然的，而在中国崛起的背后，一定是有一批优秀的企业成为全球最领先的企业，而平安一定是这个企业中间的一员。所以，如果各位有意愿加入平安的话，我只能告诉你说，你的成长空间是无限的 ，Sky is your limit。你能够看到的，真的是这个叫做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平安，能够抓住这样的成长的机会。谢谢郭总，谢谢郭总的祝福。我发现今天其实是我们平安的老中新3代齐聚一堂，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事情。那我其实也想听听，你们和平安的故事。我来平安28年了，平安对老员工的成长赋能从未停止。我的团队呢有56个人，现在呢也是3高团队，背后都是平安这套体系在支撑。成人妲己是平安给我的，也是我传给下一代的。我入行从0做到3好5星总会长，最核心的是平安的新基本法，你培养高质量的人，公司就给你高质量的回报。我团队65人，本科和绩优都超60%，就是因为平安的机制在托举。高才计划给了我们完整的赋能体系。入行几个月，我连续刷新几项行业新人记录，核心就是源于我们这支高学历的跨界顾问天团，利用团队作战理念和咨询方案式的交付模式，赢得了很多高净值客户的认可。那在平安，跨界不是归零，而是撬动未来的杠杆。接下来这一位呢，说实话他有点吓到我，因为我发现他每次出口问的问题呢，就像一把剑刺到那个靶心一样，稳准狠，而且可以直击人心。他是谁呢？这么 real， 让我们欢迎刘璋。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刘璋，那也是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保险王的存在，因为我总是在节目里面不断去提起这个保险这个概念。我觉得我本身配置的这个保险是有预防这个的风险的。这位是我们的保险王。从初入职场一个菜鸟到满身斑味的菜鸟，只需要12期节目的录制，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述职报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长和变化。我没有太多就运用到 PPT 的机会，所以我直接把它给秀出来了。正所谓心理咨询师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风控代理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风控代理人。我还记得斌哥说他有很多徒弟都是找他来做这个风控代理人，对不对？那以我对各位朋友们的认识，我也想要做一次大家的风控代理人。那么作为保险王，我要给大家配置什么样的保险呢？首先会聊到敬业，可能是在这个节目很惊喜的一个新伙伴，一个新朋友。我给你推荐的是一个医疗配重疾的一个组合，因为我们交流比较多，我们老师说到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注重细节的人，然后平时给自己的一个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会担心你的身体，那会希望给到你一个比较好执行的方案，比如说帮你赶快去做一下体检。下节目1个星期会问你有没有去做体检。那同时呢，在你身上学到很多非常宝贵的品质，比如说第一次接待我们的委托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流率。那我现在有个问题了，假设我进入到了婚姻存续状态的情况下，我每年将我的收入去投保交保费，那么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吗？这个会未来在获赔的时候产生争议吗？当时指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敬业，他跟我说，就你们跟客户聊的时候，像刚才有一些他就是问到一些可能现阶段我们就是没办法回答问题嘛。我们也不一定说当下就要回答他，我们也会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后我们做一个具体的法律研究以后给你一个具体的回复。就这个东西它不是推卸责任，反而是更负责任的一个体现。所以今天早上我做了一次敬业的
风控代理人。然后当他问到我一个让我觉得就是在我知识储备以外的问题的时候，我很大方的告诉他说，我听到了你的需求，并且我相信自己可以给到你一个更好的解答，但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这个是我在你身上学到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就是对自己的每句话负责。涛哥呢，今天跟我说到，就是他在我身上学到的交流方面的内容，就是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直给的一个人嘛，我也很以此为豪。但是呢，我在涛哥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交流的内容，比如说，我发现文涛在说话的时候，总有一种让人想要倾听他的魔力。I 人的说话方式比较缓慢，但是很有条理，因为 I 人只会筛选出自己最想说的内容说出来，其中没有任何的废话。我觉得这个在职场中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么为这么聪明的涛哥去能做到这个保险上面的建议，其实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份这个教育的一个年金，以防万一，如果你要是有了孩子的话。给自己做一点点这个准备。好，谢谢。啾，你的保险配置是我见过最全的了，实在没有什么险种是没考虑到的了。再接再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他是买了7到9个险种，就不仅是自己从这个医疗这些基础的重要的消费险种以外，还有很多储蓄类的险种。他说有点闲钱都全部给平安了，真的是值得尊重。那在你身上呢，我学习到的内容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我常会说，幽默感是一种很优秀的智慧。你总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去说什么样的话逗大家开心，但其实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人。有你在的场合，我永远不会担心跟客户的交流，可以让客户安心的、放心的跟我们去沟通，这是一种超级强大的能力。实在是想不出一个险种给你了，不好意思，我认可。好，那小九呢？因为你现在是个演员嘛，然后我看你拍了很多新的一些打戏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意外险、健康险以及很重要这个定期寿险是可以配置的。那对于小九来说，我从你身上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敬业一直老说他很好奇，也最敬佩我的一点是我的自信，然后会想起小九就是以身作则，让我看到了。人最重要不是自信，而是真正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那我深刻的意识到自己在说谁。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正义之举，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会塑造出我的自信。我觉得这是小九教给我的内容。谢谢。然后要聊到雨桐，雨桐呢，你是个非常靠谱的伙伴。我给你看一眼，我写了一些问题，刚才跟他那个整理了一下，基本上很全了。天哪！不慌，来。你真的太优秀了，雨桐。我爱工作。啊，孟雨桐，喜欢。我感受到哇，有点想要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你，然后自己就可以安心在旁边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了你很温柔，你很善良。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你特别擅长发现别人的闪光点，你会给我们所有来的委托人很高的情绪价值。但是善良人很容易成为 PUA 的对象。你是一个很愿意照顾大家一个人，所以我为你配备的是一个职业责任险。当然了，这个险种本身它是帮你在一些涉及到合同纠纷、内容侵权的时候做一个风险的分担，但是最重要提出这个概念，还是想要看到这个作为很优秀的女性职场人的身上，会不会有更多的锋芒展现给大家看？就是我是真的很期待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你的优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土。我聊到保险很多时候，大家称我为保险王，最开始我很害羞的，我说这个保险王这个名号，我觉得不是很潮流。不是很酷，你知道吗？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但到这个最后一期录完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另外的感觉。对我来说，保险是什么？保险是提前计划，保险是自律，保险是自尊。当我急需一笔钱的时候，当我的家人生病的时候，我拿不出一笔钱。那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提前计划呢？在很早之前，提前的去做一些积累，一些辛苦的这个思考，去保证你所面对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冲突的时候，你可以这个保护好自己的自尊心。可能对于很多看节目的同龄人来说，
他们还没有机会去经历一个东西叫遗憾。但我不会允许自己有经历遗憾的机会。那我觉得保险是一个很有益的帮手，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么我的陈述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有哪位老师想要提问的吗？哦，刘静老师。刘璋，我见到你的时候，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冷冷的，但是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又都是暖暖的。谢谢谢谢。16年前我加入中国平安的时候，实际上整个社会上的人对我们的评价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实则是并不高的。就是如果现在以保险王的这个称号，有人跟你说这样话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反应？就是我会认为委托人选择我是我们双方的荣幸，而且我不会觉得购入保险就一定是正确的，我只是想要把这个信息就是非常准确的传达给就是观众们，让他们去意识到这是一个选择。那他选择不去购买这个保险的话是他的自由，但是他骂我的话我也懒得跟他回击了。其实不会的，我的感受啊，其实你是用专业创造价值，你给你的客户带来赋能以后，其实客户他不会有那种负面的说法，他会尊重你的专业输出的。谢谢谢谢。保险王，保险王。接下来这位代言人，他依然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但是他这个手搓或许结合了一些 AI， 不知道，一会儿问问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李敬业，老艺术家。我们把舞台交给敬业。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那我是李敬业，大家叫我敬业就好。那我今天呢，就说一些心里话。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不止金融，因为最开始接到节目组的邀约，可能我想象到的一个场景是，我坐在一个密闭的格子间里，看着这个屏幕上跳动的情绪，你要努力克制自己，让自己用理性去对抗一个又一个的案件，或者说是在投资项目里面去帮助这个客户舌战群儒，去挑战一个又一个的标的。又或者是可能到一些艰难的场所去做一个尽职调查，那来到这里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事情它远远不止一些冰冷的或者说纯粹理性的一个数据，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更多带着故事、带着情绪、带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来到现场的委托人们。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段时间更多工作的状态，首先是倾听。我们尝试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绪里面去了解到我们需要去穿透见到的一个问题，然后看到问题之后，我们更多要去做的是，我们怎么样切实的根据他们现存的一个问题，去帮他落地一个可能够去帮到他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面对的它远远的不是数据，我们其实聊了很多的情绪在这一个节目里面，我们有急切的。他可能当下我需要去解决家里面妈妈对我提出来一个必须这个月之内解决的一个房屋问题。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想法是想把老家的房子给装修一下。他也可能是一个焦虑，他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的上学。我想要安排为了小朋友的教育。教育有一笔教育基金。是的。他也可能是懊悔，他做过很多的投资。但是可能它导致了一些没有那么理想的结局。我的投资每次必输，就这个事儿，我真的想不通。所以我觉得这些情绪，它既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风险的信号，同时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起点。它是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其实金融它背后是人，它不是数字。它会让我理解到说，我们其实是要去解决金融问题，最后带到。给我们委托人的是一个安心，其实它是让你所爱的人能够减轻最大负担的一个事情。从这个问题上面来讲，我还是选小李，他会完全为你的需求量身定做。往一个目标公司里面投钱的时候，反而其实不是我们怎么进去，而是我们怎么退出。恭喜！
他分享的东西是挺专业的，很贴心的为你去设想，为你去安排。所以最后呢，我也想 call back 一下我这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第一句口号，就是不困于不甘，不莽于前行。然后这句话送给我自己，也希望送给屏幕前的大家。不困于不甘，不莽于前行。谢谢。因为其实我昨天听说敬业一个人有偷偷加班，真的都不说不加班吗？大家其实还好，就是做了一些修改。很努力。最后呢，就让我们直接有请一路都在努力升级打怪的小九。小九。各位好，我是高清晨，然后各位可以叫我小九。我今天呢带来一个东西，是我认为在泰国那边是一个特别有意义、有意思的一个物件。我们会把很多的花，各种各样的花缠在一起，变成一个花环。哦。因为每一朵花、每一种花都会有不一样的祝福。这次它也会代表我的成长。首先，为什么我基本上都会选白色在这里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金融这个行业是个小白，来的时候我完全就想的是，行啊，我还蛮了解金融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赚钱，然后就努力攒钱，不就够了吗？但是第一天和第二天的录制的时候，专家的老师们就给我梳理了很多的风险点。小九是那个你自己在表达你的风险的时候，觉得说啊，我都挺好的，我都没有什么风险。但说你的风险减量书的时候，说了最多条。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就说，我当时以为自己这么稳定的生活，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漏洞的点。除了金融这个事情以外呢，我还是觉得，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进入职场，它让我压力特别的大。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的限制。在我面对委托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表达我真正的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当时我真的压力无比的大。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有老师们在，也有兄弟，然后还有的茶水间的大姐孟雨桐在。我觉得各位让我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然后大家很像在做我的很坚强的一个后盾一样，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还好。接下来呢，我会讲几个例子，我当时跟委托人面对的时候，让我有特别深的印象。第一位是辛丽和全玲老师，当时全玲老师是扮演辛丽的母亲，然后交流来交流去，全玲老师哭了。我还是希望阿姨可以多多支持娜娜这件事情，因为娜娜想赚钱。我不是因为扮你妈哭的，我在我的身体里哭了。所以这个点呢，让我感觉到其实我前面一直努力把那些本子里边的一些消息努力的给委托人知道，哎，他有这个工具啊，他有怎么，没有我们真正的感受委托人的出发点或者他真正的问题重要。第二个呢是，钟丽缇老师，我跟孟雨桐，当时我们办了一场模拟版的金婚给钟丽缇老师。我们这个金婚现场结束了之后，他走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有你们真的好，有你们真好。”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他感觉他被照顾到了，他被暖到了。谢谢小九，谢谢。那一刻起，我真的感觉被戳中一样，我真的找到我想做的代理人的样子，就是用心、真心，然后为委托人真的思考。我们把他当成一个家人或者朋友，他不是签字我们拿到多少钱，但是是否对方有被我们
让他觉得真的被保护到了、被照顾到了这样的感觉。所以最后呢，我才把粉色在这下面，是因为它也是让我感觉到我们代理人就应该用一种温暖的光环去保护所有的委托人。我知道时间它不会说话，但我真的相信时间总会教到我们，让我们成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是要一步一步来的，而且一步一步就会让我们稳定。在我们保持初心、保持热情、保持努力的情况下，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然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相信自己，相信时间。谢谢各位。太棒了，太棒了！因为我刚刚看到所有的代理人分享的时候，其实郭总笑眯眯地看着所有的代理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和心得，所以我想郭总现在一定也有很多话想对所有的专家老师以及所有的代理人说。接下来舞台交给郭总。感谢啊，感谢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跟我们6位非常优秀的跨界的同事们，以及我们在座的各位平安的同事，能够一起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那其实呢，我们回顾整个初入职场金融，它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让所有的年轻人们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金融也好，保险也好，并不是冰冷的、枯燥的，而是有温度的，是真诚的，是善良的。第二个呢，就是看到了在座的各位在回顾你们的这些成长历程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的这种潜心去学习、不断的去进取的这项精神。那么你们很多人，虽然有人是科班出身，也有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保险，跨界过来，但是大家在各自的成长中，都能够不断的让非常复杂的风险的防范的知识变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听清楚，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让我看到整个我们行业的变化。保险到今天这样的一个阶段，已经变成了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听到大家在短短的几个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和飞跃，我感到的非常的高兴。谢谢，谢谢。谢谢郭总。那么接下来本次初入职场金融季金融风控榜样的最终归属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就在这个小小的信封当中，我接下来交给郭总。好，谢谢。经过11次的主题委托以及3个多月的成长和蜕变，一切的一切都将在今天有一个最终的答案。这一份荣誉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荣获初入职场金融季金融风控榜样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有水喝吗？我想喝水。郭总很幽默哎。郭总看歌手看多了吧？他就是你紧张吗？郭总是会玩的，太会玩了，太会玩了。我被惊喜到了，我这心脏已经失速了。他就是恭喜文涛，恭喜文涛，恭喜！谢谢恭喜文涛，有请文涛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获取属于你的这一份荣誉。恭喜你，恭喜文涛！来，你值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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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涛哥啦！
至名归了。我们也请郭总为文涛颁发金融风控榜样的奖杯，恭喜！哇哦，谢谢。有没有奖杯？回归金融职场，不负专业底色，你以严谨初心诠释理性与温度，整季斩获4次最满意代理人荣誉称号。你说努力上班是为了更好的下班，金融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光鲜标签，而是扎根生活的责任守护。恪守职业初心，守住生活本心，用细致守护每一份托付，用真诚化解每一处风险。成为委托人心中最信任的金融风控榜样。首先很惊喜，然后也很感激各位委托人还有老师们的认可，然后确实激动。突然就是宣布的时候，就是心跳得有点快。我记得今天我跟刘璋有一次。就是聊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然后我说其实我挺内耗的，然后他说你内耗什么？我可能自己真的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可能跟在座的相比，我可能是跟金融的这个关系最密切的一位风控代理人。我过往的学习的经历，还有从业的经历，我自己给自己可能强加了一份使命，因为这跟我参与的其他的综艺都不一样。因为我是金融专业毕业的，然后对我是北京大学的，就是我需要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去把金融以我的理解更好的去传递出去，因为金融是跟每个人切身相关的一件事情嘛，跟钱相关的事情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可能是我的压力的来源。但是我自己去把这个克服了，然后在录制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来自于金融专家们的帮助，来自我的代理人朋友们的帮助。代理人的这个岗位其实有非常高的天花板，要想把它做好，要真实的去解决每一个委托人的核心诉求，我觉得是一个需要非常过硬的能力的。跟各位老师学到了很多，怎么样去理解委托人，怎么样去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新接触到的一些金融的工具融合到一起，然后尽可能的真实的去还原金融的样子是什么。在此我很感谢各位老师们对我的帮助。最后也想说，不管是金融还是别的行业其实都是职场，在职场上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都要不忘初心，然后把每一个小的细节都做好。像刚刚郭总所说到的，就是把职场上的每一个工作当做是自己人生的成长的课题，当做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与每一位职场上打拼的初入职场的人们共勉的话。然后最后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认可，然后谢谢。谢谢文涛。我想到的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你是科班出身或者是跨界过来，无论你是之前是做什么的，只要你保持一颗上进的心，保持不断前进的韧劲，你就是海陆空全息作战的六边形战士，一定会成功的。也祝福大家都成为六边形战士。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每一个风险来临时，有地方可躲，有工具可用，有帮手可依。人生难免有变数，但提前防控，便能心有所安，爱有所护。祝大家一生平安，心有所安，爱有所护。通过通俗有趣的方式做自己的风险资产。欢迎收看本期的保险调查家庭保单失踪案。我选的是家庭资产管理体系搭建表，可以就是再具体化一点吗？怎么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初入职场金融季给我们也准备了奖项，纯颁奖有点无聊。建议你要想一个冷笑话。好笑哎！卖萌3连拍，要扭屁股哦。比心式单眼 wink， 对。金融王，恭
恭喜文涛。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讨好，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的爱是归航，波浪夹放安然向阳，桂花为映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窗，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